吹了整整30年的德国严谨神话，终于在今年的夏天被德国铁路用一场全国大瘫痪给砸了个稀碎啊！火车站秒变高价难民营。更绝的是德国政客们前脚刚雷厉风行的把自家价值30亿欧元的崭新发电厂给炸了，后脚面对铁路瘫痪，居然异口同声的把锅甩给了万里之外的中国。今天呢，咱们就来聊聊这一出德式魔幻大戏。这对于德国人来说火车晚点靠运气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啊。但是谁能想到，就在6月23号的晚上，德国铁路竟然能整出个全面瘫痪的史诗级大场面。当天晚上的9点半左右，没有任何征兆，整个德国的铁路网突然间心脏骤停，什么长途高铁城市轻轨区间小火车，甚至是地下跑的货运列车，无一幸免全部在铁轨上趴窝了。那为了安抚乘客德国铁路公司说，别急，我们可以提供一定金额的报销券，解决你们的打车和住宿费用。这看似挺人性化的，对吧？结果乘客拿着券到了周边的酒店，酒店老板一看大肥羊来了，当场是坐地起价疯狂宰客，而且是直接放话，对不起，德铁的报销券我们不收，必须付现钱。不少人实在是受不了这个折腾那干脆连夜跑到汽车站去抢高价的长途大巴车票，而有的人呢，还抱着一丝侥幸的心理，待在候车大厅里盯着电子大屏幕，等待奇迹发生。直到凌晨的1点多德铁才宣称部分线路开始恢复，但是同时呢，还提醒大家，严重的延误和停运会一直持续到第二天上午。德国网友直接把这天定义为德国的国耻日，满屏幕全是骂娘的声音在这个曾经以工业能力和基础设施闻名世界的国家，如今却用车站电子蓝屏上的严重故障4个字完成了对自己现状最完美的讽刺。你说既然出了这么大的事故，总得有人出来负责吧？总不能承认是自己的体制问题，是自己的基建太烂吧？这个时候就轮到德国铁路高管和政客们的双方表演时刻了。德铁官方连夜出面解释说，大伙别骂了，这次事故源于铁路网内部使用的 GSMR 系统出现了全国性故障。这 GSMR 是个啥玩意儿呢？简单说就是铁路全球移动通信系统。这玩意儿一断火车在铁轨上就变成睁眼瞎，为了防止追尾，只能全部趴窝。接着德铁高管又跑出来说这是因为一项计划中的技术部件更换触发了故障，具体原因呢我们还在查。而德铁的首席执行官更搞笑，居然在一片骂声中开启了表功模式说技术人员通过一个应急系统成功稳定了局势，仅用了2个多小时便修复了系统。哎呦喂，大伙儿听听你明明是到了第二天早上的7、8点才全面恢复了通车，你居然还好意思吹嘘自己只用了2个多小时就修复了。这睁眼说瞎话的本事把网友气得直接在网上直跺脚。随后德国安全部门发布正式声明，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此次事件涉及网络攻击或是人为破坏。那既然不是天灾也不是外贼，那不就是你自己造成的吗？但是德国政客和西方媒体有他们独特的财富密码只要是自个儿犯了错转移焦点最好的办法是啥呢？没错，就是甩锅给中国，多省事连脑子都不需要用。那就在这个事故发生后德国之声紧跟时事，立刻在海外平台上发文。德国基民盟议员基塞维特对着记者说，这里面有一个根本性问题我们德国的关键基础设施使用了太多的中国组件，我们严重依赖于中国零部件。绿党的议员诺茨也赶紧蹦出来说，我们的铁路系统使用的很多零部件都来自那些蓄意监控我们国家基础设施的国家，这种情况必须得到改变。大伙儿听听这就是德国之声和德国政客的舆论引导方向。通过这次事故，他们成功的把话题引向了假如中国掌控了德国基础设施，危害岂不更大？张口就来含沙射影。他们试图用这种方式侮辱全体德国人的智商。其实德国铁路这套麻溜的操作在他们那儿早就形成了严重的路径依赖了。咱们看看2024年发生的一起名震欧洲的慕尼黑扶梯奇遇记。那是24年的10月份咔的一声，德国慕尼黑主火车站的一台自动扶梯因为这个年久失修突然停摆了。
那扶梯一停，那些推着婴儿车、坐着轮椅或者提着大号行李箱的旅客可就遭了殃了。这按理说这算不得什么大事故，对不对？如果是在咱们中国的火车站一台扶梯坏了，物业上报，厂家拿配件，工人连夜维修，最多1个星期，妥妥给你修好复原。但是在德国，对不起，德国铁路公司的办事流程是这样子的：开会，德铁公司自己内部先开个会，开完会觉得不够，拉着慕尼黑市政府一起开会，市政府开完了，觉得还差点什么，再提交给市议会开会，最后三方坐在一起开个隆重的联席协调会议。好家伙大会小会茶水点心，这帮人在办公室里足足开了3个月的会而车站底下那台扶梯就这么在众目睽睽之下一动不动的挺了3个月。德国网友在网上疯狂的吐槽，说我们交着高额的税，享受着连非洲都不如的基建行政效率，开会开到了2025年的11月，老百姓实在是瞒不过去了，怎么办呢？甩锅中国呀！德铁南区经理跑出来理直气壮对着媒体说，大家别骂了，扶梯损坏是因为零部件老化，而这个替代的零部件都是在中国生产的，我们得等中国把零部件给我们空运到德国，这需要时间。紧接着德国媒体心领神会，立马抛出大标题：慕尼黑火车站总站自动扶梯替换部件需在中国制造，并非最佳选择。连慕尼黑市长赖特也跟着发话，我认为我们多年来从中国采购工业制造的备件并不是一个最好的主意，铁路公司应该考虑一下以后在仓库里库存这类东西是否有意义。大伙儿看看这帮人的嘴脸一台小小的自动扶梯3个月修不好，他们不反思自己旷日持久的官僚会议，反而怪中国离得太远，怪中国制造不是最佳选择。既然可以把所有基建烂账都甩到万里之外，那德铁的管理层为什么不摆烂反正锅有中国背，大家的职务照当，薪水照拿，福利照享，多好但这种无耻的代价是什么呢？就是小错继承大错，大错继承顽疾。爆发这一次全国性的交通大瘫痪只是早晚的必然结果。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问了德国政府在干嘛呢？事关整个国家民生和工业大动脉的铁路问题，难道在他们那儿不配提上议事日程吗？还真不配因为德国的政客们正在忙着干真正的大事儿。那比如去炸掉自家的莫尔堡发电厂，你敢想象吗？一座耗资整整30亿欧元，刚刚建好没多久的崭新高标准发电厂，就因为不符合绿党这帮人所谓的环保价值观，他们连逐步关停留作应急备用都不愿意直接下令买上炸药，给我彻底炸成废墟。30亿欧元的崭新资产，说炸就炸，雷厉风行，解气得很。那至于铁路瘫痪那点小毛病不就是老百姓火车晚点吗？不就是火车站电梯趴了3个月吗？不就是施工把电缆挖断吗？这都不叫事儿，德国老百姓能克服，实在克服不了，选票受影响了，我们不是还有中国这个万能背锅侠吗？各位，如果德国政客非要把这次铁路大瘫痪跟中国的组件扯上关系那接下来的事实将会是最响亮的一记大耳光。早在2015年默克尔执政时期，德国铁路在得到内政部的正式批准后，和中国的华为、老牌的诺基亚共同签署了升级德铁信号网络的合同。在接下来的9年时间里中国的华为设备稳稳当当在德铁的核心通信网络里服役。在这整整9年里，德国铁路从未出现过哪怕一起因为信号系统引发的全国性重大安全事故。结果到了这一届交通灯政府执政时期，2024年面对美国的施压，德国政府彻底选择跪了。2024年的7月11号，德国内政部长公开宣布为了所谓的国家安全，德国必须在未来的移动网络中彻底移除中国企业的组件。已有组件怎么办呢？德国政客给出的答案是2个字：拆掉。那当时德国的《明镜周刊》就急着发文章提醒，说整个德国境内共有82000个移动通讯基站，其中整整59%都跟华为和中兴的设备有关。你要是强行扣掉它，就必须考虑到大面积的系统故障和不兼容的问题。但是被意识形态冲昏了头的德国政客根本不听大手一挥，拆，所有天价损失和重建费用一律由政府财政买单。
最讽刺的一幕来了，这一次德铁发生的全国性大瘫痪的 GSMR 系统通信系统，其故障的时间节点恰恰就发生在大规模拆除和替换中国企业设备的关键期和阵痛期。这就是地地道道的现实报啊！非要搞什么去风险化，自费砸钱去拔掉，结果这一拔出来系统兼容崩溃，全国火车彻底瘫痪了。瘫痪了之后，你趴在废墟上，居然还能厚着脸皮把头转过来，指着中国说都怪你监控我。连他们自家社交平台上 AI 都说大实话回答说此次故障纯粹是由于维护和不合理的替换技术部件导致的，与组件的生产原产国没有任何关系。所以说这逻辑彻底闭环了。现在网上那些公知还天天吹嘘什么德国油脂包神话，可是现实呢？德国人自个儿连扶梯坏了都要开3个月的会，连全国铁路瘫痪了都只能给旅客发免费饮料。德国之所以从当年的工业强国变成今天越来越烂，什么都无法正常运转的窘境，答案呢全写在这些政客的嘴脸里了。老一辈的德国工匠通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给这帮后代政客留下了厚厚的老本，可谁能想到这帮人却没有继承老一辈的脑子和务实精神。现在的政府甚至还活在100年前的帝国幻觉里，天天叫嚣着要逼迫中国签署所谓的新广场协议，逼着中国的先进产业减产。大伙儿说这跟直接抢有什么区别啊？德国的精英阶层天天是引导舆论，觉得自己是在对抗中国，是在捍卫西方的自由价值观。可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本质上不是在对抗中国，他们是在对抗人类先进的文明，对抗高效的科技，对抗大工业时代不可逆转的客观规律。真应那句老话好言难劝该死的鬼。咱们得由衷的感谢中国制造，要是没有中国默默在各行各业提供这么庞大、高效、物美价廉的产业链底座，西方这些倒行逆施，除了开会和甩锅啥也不会的政客，真不知道自己每天都该怎么活下去。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啦，我是小兰，咱们下期再见。